他叫齐志强。在这饭都吃不饱的60年代，这个男孩的父亲上山伐木，不幸坠落山崖摔死。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，他放弃了学业，毅然回家务农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他的母亲劳累驾饿，一病不起。炕边围着3个瘦弱的崽崽，一边哭一边叫着妈妈，希望炕上的妇女能够醒来。这时房门被推开，进来一个男孩。王叔，你快给我妈看看，我妈这是咋了？围在炕边的3个小不点看到有人进来，齐齐回头，同时叫道：大哥，你快看看妈。王大叔给妇女搭了搭脉，过了一会才松了口气。小齐啊，你妈没事，就是饿的，又加上感冒才变成这样。我先给她打1针退烧针，你得赶紧给你妈弄点有营养的吃的。男孩看着王医生给妈妈打完针，一脸愧疚地对王医生说：王叔，我现在没钱给你诊费，等过段时间有了钱我一定还上。你先照顾你妈吧，诊费以后再说。说完摇摇头向门外走去。大哥，妈妈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小荣，不用担心，刚才王叔叔已经给妈妈打了退烧针，妈妈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你看好弟弟妹妹，我去给妈妈找点吃的。大哥，你去哪里找呀？咱们家已经没有粮食了，要不我去求求奶奶他们吧，让他们给我找个婆家，给你们换点粮食。不许瞎说，这个家有哥哥，怎么可能让你走那条路？放心，哥哥会想办法的。奶奶他们也不容易，估计也没粮食了，咱们还是不要麻烦他们了。齐志强走进厨房，揭开屋角的米缸盖，里面空空如也，一粒米也没有了。他轻叹一声，回头叮嘱妹妹不要瞎跑，然后拿起桌子上的半截蜡烛和火柴往外走去。齐志强推门出去，来到院子里，看见地窖入口，直接跳了死。还好，还有些红薯和土豆。突然发现地窖墙壁有个洞，结果发现周围的环境已经不是地窖里了。我这是来了哪里？齐志强在地上坐了良久，突然地窖口上方传来大妹的焦急的呼喊声：大哥，大哥，你在下面吗？小荣，大哥在下面找红薯呢，这就上去，不用担心。大哥，那你快点，妈妈已经醒了。妈，你好点没有？放心吧，志强，妈好多了，让你受累了。妈，你先躺会，我这就去给做饭。不一会，厨房里就飘出红薯的香味。一家人好几天没吃过一顿饱饭，早就饿了，闻到红薯的味道更饿了。妈，你快吃吧，医生说你是饿的，你一定要好好的，我们不能没有妈妈。明明就是一个普通的红薯，由于饥饿，硬生生的让他们吃出烧鸡的感觉。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啊？我决定明天再去试试，一种冲动的感觉让我想去探索那个秘密。第二天，齐志强来到地窖尽头，顺着光一直走，发现洞口上方写着防空应急处。这应该是防空洞吧？齐志强耐不住好奇，小心穿过小树林，来到外面，发现原来这里是一处公园。顺着光滑的路面来到了一个大市场。老狼，你今天怎么还没卸菜呀？再不卸时间赶不上了。别提了，现在愿意吃苦的人真不多了。以前每卸一车菜给80，现在我都涨到100，也没有人愿意干。卸一车菜就100元呀？这里的人都疯了吗？在我们村子辛辛苦苦干1年，也剩不下30块钱，这里竟然有给钱都不挣的人，是不是脑子有病呀？齐志强犹豫半天，想想自己家的处境，他一咬牙一狠心，壮着胆子走到那壮汉眼前，说：我刚才听到你需要卸菜的人，你看我行不？我不要100，给80就行。壮汉上下打量着齐志强，穿的衣服还补着补丁，心中也是惊讶，这年代还有穿补丁衣服的人。小子，你是哪里的？遇到什么难事了？你这年龄该去读书啊。说：我是那边山村出来的，今天第一次到这里，家里穷，我爸去世了，我妈生病了，我就想出来挣钱，想养活弟弟妹妹。没想到你这么有孝心，你想干我就带你去看看。说：谢谢你，你放心，我肯定能干好。此时壮汉把齐志强带到一辆卡车前。小伙子，就是这辆车，车上装了3吨豆角，你需要把豆角卸到对面的库房里，没问题吧？说：你放心，我会用最快的时间给你卸完的。我叫王富贵，以后你就叫我王叔吧。如果今天你能坚持下去，如果你还想干，后面每天都可以给我卸车，我肯定不会亏待你。王叔，太谢谢你了，我叫齐志强，我肯定好好干。齐志强搬起一袋就往指定的仓库走去。就这样几趟下来，齐志强彻底熟练起来，不一会就卸了半车。王富贵走过来对齐志强说：小强啊，你先歇歇，我估计你也没吃饭，就给你买了些吃的，你如果不嫌弃，就先吃了再干。王叔，我都不知怎么感谢你了，哪能嫌弃？他3两口的吃完2个馒头，觉得也就是个半饱，剩下的给母亲他们带回去，妹妹他们一定很开心吧？吃了馒头，他的劲头更足，没过1个小时就把剩下的豆角都搬完了。这时王富贵也过来了。小强啊，我也真没想到你小年纪这么能干，我看你也需要钱，你如果不嫌这活累，明天就提前1个小时过来，还给我卸车，愿意吗？王叔，你放心，明天我准时到。小强，你干得不错，今天给你100块。齐志强接过来，一时愣住，这和我平常花的不一样呀，这个王大叔不会骗我吧？王富贵见他发呆，
小强，你是不是嫌少？王叔绝对没骗你，你去市场上打听打听，全市场也没有这个价。王叔，你千万别误会，我没有嫌少，就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大面额的，一时有点激动。王叔，今天谢谢你，我就先回去了，明天我准时过来。正当他即将走出市场时，广播突然响起：各位顾客，今天是2012年10月8日，欢迎您光临本批发市场。什么？我明明是1968年的人，怎么会来到2012年？难道这里是40多年后的华夏？这肯定不能回家那边花，但可以在这边买东西带回去啊，那样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就有吃的了。他又返回市场找到王富贵。小强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有事吗？王叔，我想给家里买点粮食还有其他东西，但我不知道哪里有卖的，你能不能给我指指路？你出了市场大门，左转往前走300-400米，那里有一个居民菜市场。齐志强把路线记住，和王富贵道了谢，快步向市场大门走去。齐志强买完粮食，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向公园那边走去。走进来时的防空洞，来到尽头，他又回到了自己家的地角，看着熟悉的地方，又看了看身上的东西。齐志强彻底放下心来。齐志强回到家，母亲也是一脸担忧。小强啊，你是不是去后山了？你千万别去啊，那里危险，妈不能没有你啊。妈，我没有去山上，你放心吧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那你去哪里了？哥，一上午你都没在，我和妹妹出去找了你好几遍也没找到，妈妈都快急死了。现在你和大哥去院子里，大哥有惊喜让你看。王秀兰也不放心，也跟了出去。一家人来到院子，顿时一地东西暴露在一家人的眼前，除了齐志强，其余的人都是一声惊呼。这不是惊喜，这是惊吓啊！齐志强能理解母亲和弟弟妹妹们的神情，这个年代放谁也会这样惊讶。这是哪来的？妈，这件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和你说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我去了未来的2012年，靠自己干活挣了钱，然后买了这些东西。王秀兰听完齐志强的话，一脸的不敢置信。大哥，你确定是2012年？可咱们这是1968年啊，怎么可能？你不会再骗我们的？妈，我知道你们不相信，但地上的东西不会有假吧？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弟弟妹妹都饿了，我们先吃饭，等吃了饭，我带你亲自去看看。齐志强拿起一个大苹果递给母亲王秀兰。妈，你先吃个苹果，那别人说了，多吃水果有助于身体恢复。志强，让你受苦了，都是妈不中用，拖累你了。妈，只要你好好的，比什么都强，你相信我，咱们的日子肯定一天比一天好。吃完饭，王秀兰还是觉得这一切不是真的。志强，你说的那个2012年是真的？在这个吃大锅饭的60年代，这个男孩为减轻母亲的负担，他可以穿越到现代采购粮食，遭到母亲质疑。这时，齐志强带着一家人来到地窖尽头。咱们一定要互相拉紧，我不确定能不能把你们带过去。齐志强给自己打气，拉住母亲的手，只觉得眼前一起。他和他母亲他们都整整齐齐地来到了防空洞。原来大儿子说的是真的。一家人悄悄地走出洞口，避开公园里的人，来到了大街上，来到他干活的批发市场。下午卖货的人都关门了，市场里人已经很少。王秀兰突然看到地上堆满了各种蔬菜的叶子，造孽啊，造孽！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就扔了？这该救活多少人呀！蹲下身子开始捡，3个小的也围了上来。志强，这些菜咱们能不能带回去？于里透出期待，他左右看看，正想找个人问问，这时有一个大婶又推一了一车菜叶子走过来，发现是几个穿得像农村里出来的人在捡菜叶。估计是附近农村人来捡菜叶为家禽的。大妹子，你是不是想捡这些菜叶回家呀？王秀兰突然被陌生人问话，心里一紧张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幸亏齐志强机灵，连忙接过话。大爷，我们是附近村的，看这些菜叶就这么扔了可惜了，就想带回家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今天是车来的晚了，往日这些菜叶早就被运走了，你们想要就拿走。妈，你看我找到一根黄瓜。妈，我找到了好几个西红柿，就是上面有几处伤疤，不影响吃。妈，我捡了好多白菜帮，够咱们吃好几顿了。不一会袋子就装满了，大步走出批发市场。幸好市场离防空洞不远，一家人紧张地来到防空洞尽头，一手拉在一起，一手紧紧抓着那2袋蔬菜，顿时到了自家地窖。回到屋里，坐在自己家的炕上，王秀兰才觉得心踏实下来。看着地上的菜，她也相信了刚才的一切是真的。今天的事还有你哥拿回的东西，包括咱们带回菜的事，谁也不能出去说。如果让别人知道了，咱们家会被批斗的，明白吗？王秀兰看孩子们听懂了自己的话，又说：以后家里吃了什么也不能出去说，尤其是志玲和志国，包括你大伯家和奶奶家。一会志强给你奶奶爷爷送些米面和蔬菜，他们要问就说是你姥姥拿过来的。妈，这几天我都会过那边干活，我想多买些粮食回来，但那边的粗粮比细粮还贵，咱们家也不可能一直吃细粮，如果让别人看到了，
那可麻烦了。以前是没得吃发愁，现在又不敢吃，这可怎么办？妈，我是这么想的，等我买回西粮就去县城换着粗粮，万一还能换点钱票呢。不行，那是黑市，被治安队抓住那可完了。妈，你也看到咱们家的情况，不拼一把弟弟妹妹他们怎么办？我长大了会注意的，不行我就先去医院或者工厂家属院看看，不行就回来，保证不冒险。王秀兰长叹一声，妈，你去给我拿点大米和白面，我去给爷爷奶奶送过去，你把那肉炼成油，晚上咱们吃油炸馅饺子吧。小治国一听能吃肉馅饺，高兴得直跳。那咱们一家今天就吃顿好的，反正有这么多蔬菜。齐志强拿着母亲给准备好的米面，还提了一些白菜帮，去奶奶家。奶，你看我给你拿什么好东西了？老婆子，谁来了？怎么不让人家进屋？你孙子志强来了，这不刚进屋吗？你急什么？你这个死老头子！志强啊，你还没吃饭吧？快上炕和你爷爷一起吃。我大孙子来了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看爷爷？突然脸色一下沉重起来。志强，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？快和爷爷说说，爷给你想办法。爷爷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家里挺好的。志强，快来和爷爷吃饭，饿了吧？爷，我妈在家给做好了，一会我回去吃，我过来给你们送点东西。志强，你是从哪里弄来的这些？他拿着蜡烛来到地窖尽头，找到发光的地方，那道光突然消失。没有光，我要怎么样才能穿到2012年？刚刚生活有了盼头，只欢喜了一天就到头了。他左右望了望，从地窖口走过一个人影，离自己越来越近。齐志强发现是男的，而且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，他彻底崩溃了。你是谁？你怎么在我家的地窖里？我是你啊，你就是我。齐志强听了更加心慌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你再不离开，我喊人了。简单来说，我是来自50年后的你，今天刚死不久，在地府见过死去的父亲，父亲不忍心母亲辛苦，向阎王求情，宁愿终身在地府服役，让我重生到你的身上，所以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。没等齐志强再问，一个身影和自己重叠，耳边响起一个声音：你已经重生了，以后你就是我，咱们一起让咱们的家过上好日子。他突然想起用来穿越的那道光不在了。我要怎么样才能穿越到2012年呢？难道被重生影响了吗？齐志强嘴里不禁念叨，突然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空间，有山有水，还有一块土地，空间的空地上还有一间木屋。齐志强欢喜的左看看右看看，他心想，这个空间里肯定能种植粮食，那样自己就能多一份保障。来到小河边，咕咚咕咚的喝了几口，突然觉得全身通透无比，好像劳累也消失了，力气也变大了。现在齐志强没有时间更多的研究空间，他默念一声，自己顿时又出现在地窖里，默念我要穿越。奇迹出现了，瞬间他出现在2012年的那个防空洞里。他快速的走出公园，向批发市场跑去。王富贵看到齐志强跑过来，小齐，我以为你今天不来了，可把我急坏了。王叔，对不起，早晨家里有点事儿，我来晚了，没有耽误你的事吧？没有，你能来就好，咱们赶紧进去吧。小齐，今天咱们还是搬豆角，但今天的豆角比昨天的少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还给你100块。齐志强没有耽误，就开始往仓库搬豆角。他感觉今天力气比昨天大了很多，不一会就搬完了。王富贵走过来，非常的满意，掏出110块钱递给齐志强。王叔，怎么今天多10块钱呀？今天我没有给你买饭，你拿着这10块钱去路边的小摊上吃点吧。小齐，只要好好干，王叔不会亏待你的。齐志强告别了王富贵，向胡大妈的粮油店走去。他今天准备把钱都换成粮食，毕竟现在家里最缺的就是粮食了，家里人多就缺粮食。今天我买30斤白面。齐志强突然想到什么，胡大妈，这附近有没有卖以前70、80年代东西的地方？小邪呀，你问那些东西干嘛？这年代谁还买那个时候的东西？齐志强只能撒了个谎。我爷爷非常喜欢那个年代的东西，每想起那个年代他就特别的怀念，所以我想买些那年代的东西，让他开心开心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一个地方，你出了我们这个市场右转，一直就能看到东风红供销社，你可以去看一看。他告别胡大妈，找个没人地方，把30斤面收进空间，奔着大路去找那个商店。他走进商店，老板，我经人介绍来你这里看看，方便吧？方便，你随便看。转了半天，他买了一个手电筒、4节电池、一双棉鞋，一共32。齐志强掏出口袋的钱，数了32给张家乐，正准备拿着东西走，不想眼尖的张家乐突然发现齐志强钱里夹带着的几个毛票，他一把拉住齐志强，小兄弟，你能不能让我看看你那2张毛票？齐志强心中一动，不动声色地把那3角钱递给张家乐。不可能，这不会是假的吧？最后终于确定这3张是真的，他惊得一脸不可置信。小伙子，我能问问这几张钱你是从哪得到吗？
在我爷爷家找到的。听说现在街上有收这种钱的，我本打算看看收不收，不成想今天没找到收的人。小兄弟，我也非常喜欢，不如你就把他们转让给我吧。既然想要，就出个实在价，合适我就卖给你了。就不客气了，这3张我打包收了，1张1000，一共给你3000，你看行不行？齐志强心中乐开了花，他只知道黄金、翡翠、古董那些值钱，没想到这一角钱也这么值钱。张家乐见齐志强不说话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一咬牙，看来兄弟不满意，那哥哥再加2000，一共5000，这可是我最大的诚意了。毛票的事咱们先放放，我想买些蓝色和军绿色的布，还有棉花，你知道哪里有卖的吗？兄弟，我不知道你要这些老古董有什么用，今天就当咱们哥俩交个朋友，送你了。在2012年这些东西真是白给人，人家也得想想有没有地方放，但在1968年这些可是宝贝啊。既然你这么够义气，那咱们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齐志强接过张家乐的一沓钞票，心想，没想到重生回来第一桶金是这么来的。齐志强准备把钱都换成物质，毕竟2012的钱在1968年是不能通用的。我还得在你这里买些东西，你可得便宜些啊。没问题。接下来齐志强就来个大扫荡，不一会就装了2大包。张哥，那自行车卖不卖？卖给你了，120块。齐志强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把自行车、2大行李包收进空间。齐志强又在一家小超市把白糖、红糖、奶粉、蛋糕都买了个遍，又买了一大桶胡麻油。回到防空洞，来到尽头，他闪身进了空间，把2个行李包整理一下，把不能拿出去的放在空间里，那些只能是自己的秘密。然后闪身出了空间，出现在自己的地窖里，提着2个包出了地窖口。大哥，大伯和大伯母来了，你要小心点。大伯、大伯母。齐大顺温和地看着齐志强。志强回来了呀，这事出去了，有事就和大伯说，不要自己硬扛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你一个人带4个孩子不容易，这些孩子也是我的亲侄侄女，吃我点粮食怎么了？秀兰，你快别见外了，咱们齐家就咱们2家，不互相关照还指望谁？说完拉着大伯齐大顺就要走。大伯、大伯母，你们等一下，我有东西给你们。随着他从行李包里不停地往外拿东西，还是都是平常少见的好东西。李大妮惊讶的嘴都合不拢，大伯齐大顺也是惊得不可置信。大伯母，我们家一直多亏你照顾，给你买了件棉衣和棉鞋，这几双鞋有你和我大伯的，还有我2个哥哥嫂子和志军小弟的，我就不过去了。大伯母，你给他们分分。李大妮一脸的震惊。志强，你没骗我吧？这些真是给我们的。大伯，多谢你这么多年的帮助，给你买件大衣防寒，你别嫌弃，等我以后挣了钱再多孝敬你。志强，这些东西都从哪里来的？我们虽然穷，但千万不要干违法犯纪的事。你想过没有？你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你妈他们可怎么过？你怎么这么不省心？大伯，你放心，我的钱都是从正经途径来的，不会有事的。大伯、大伯母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千万别和任何人说啊。齐志强心里暗暗发笑，于是一本正经的撒谎。前段时间我上山捡柴，在山上挖到了一根人参，今天我偷偷去了市里卖了300块钱，还有些票，才买了这些东西。真的？你可别骗我。大伯，我哪敢骗你啊，我说的比黄金还真。那大伯就厚着脸皮收下来，大伯代表全家谢谢你。齐志强又把那匹藏蓝色布和1斤猪肉，还有1包水果糖递给王大妮。大伯母，我还想求你件事，这匹布就麻烦你给爷爷奶奶每人做1身衣服，肉你拿回去改善一下生活，水果糖给我那几个侄儿侄女分分甜甜嘴。好，你放心，我肯定给你爷奶做最好的，这肉这糖就不用了吧。齐志强赶忙说，那就谢谢大伯母了，你们还没吃饭吧？要不我让小荣给做饭。齐大顺和李大妮2人拿了这么多好东西，怎么好意思再在人家家里吃饭？志军还一个人在家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妈，咱们家还有蔬菜种子吗？还有些白菜和黄瓜种子，你要种子干什么？是批发市场的王富贵管我要的，在柜子里放着，我去给你拿。妈，我今天干活有点累了，我先回屋睡一觉。齐志强回到自己屋里，把房门关紧，藏进被子里，闪身进了空间。他掏出菜籽开干，一手挖坑，一手放菜籽。好累啊，如果不用亲自耕种，能用意识操作就好了。齐志强好说完，种子就从手上飞了出去，自动钻入土中。没想到还真有这功能，去空间外看看是不是也能用意识操作。齐志强退出空间，躺在床上，尝试用意识控制黄瓜种子。不出所料，种子自动钻入土中，随后又控制着河水像下雨一样均匀洒落在均匀的土地上。这下赚大了，既然能用意识种东西，那应该也能收，这样就不用亲自进去，避免了暴露的风险。现在就是没有粮食种，
这个年代的种子都在大队里，私人没有资格购买，看来需要去2012那边找找了。一顿操作下来，齐志强也困了，很快睡着了。睡醒了，来到厨房，母亲已经做好了饭。齐志强狼吞虎咽的吃完，来到防空洞，走到尽头，再次穿到2012年，来到了种子站。经过细心挑选，购买了些常见的蔬菜种子，还有玉米、小麦、水稻等粮食种子。付完款，找个没人地方，把几个袋子收入空间，回到防空洞，闪身进空间。这才半天时间，白菜和黄瓜已经发芽了。没想到空间还有加速催熟的功能，这下终于要实现粮食自由了。他兴致勃勃地把买来的各种种子分片种在黑土地，又用意念给他们来个人工降雨，然后就闪身出了空间，躺在炕上不由嘿嘿地傻笑起来。憧憬了一会以后美好的生活，齐志强又认命地起身下炕，走出到院子里。大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们怎么没看到你？我在屋里睡觉，没有注意到我呀。齐志强岔开话题。妈和治国呢？妈领着治国去大伯家了。我上山看看，正好妈不在，要不又该不让我去了。说完朝家后面的山上走去。由于有空间，齐志强胆子大了很多，他决定往山里面再走走。走这么远，连只野鸡都没看到，也不能白来啊，捡点柴禾回去吧。突然在他的前方响起稀稀疏疏的声响，齐志强顺着声音看过去，看到2只野猪朝他这边跑过来。齐志强从空间里拿出猎枪，嗖的破空射出，野猪还没反应过来，子弹就穿过了他的身，然后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。他走到野猪跟前，把一只野猪收入空间。他准备回去跟爷爷和大伯商量一下怎么处理这头野猪。齐志强下山就奔爷爷家去了。志强过来了，是不是有事找你爷爷？奶奶，你们吃饭没？吃了，吃了。你妈让小荣又是给送衣服，又是送细粮，我和你爷这段时间的生活可好了。我们志强有出息了。齐志强和奶奶进了屋。爷，下午我去山上砍柴，碰上野猪，我就斧子把它打了，现在还在山上，你看这是咋办？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是2只野猪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胆大呢？你没事吧？你这孩子怎么就不听话呢？你要是再出点什么事，让我们老2口可咋和你死去的爸交代呀？爷奶，你们看我好好的，真没事，你们放心吧。志强，野猪是你打的，你是什么想法？爷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一头野猪交给大队给社员分，毕竟是一头大野猪，咱们不可能悄悄的弄回来。再说就是弄回来，不管卖还是吃，都会让人发现的，到时不是福可是灾了。分给社员，还能让他们领咱们家一个人情，以后咱们家在村子是说话也要硬。我大孙子考虑的真周全。那另一头呢？爷，我把另一头藏在别的地方，等大队把那头野猪抬回来以后，天黑我大伯和2哥咱们一起把另一头抬到我家，反正我家离村子里也远，咱们杀了是卖是吃，到时村子里家家都有肉，也不会怀疑咱们了。好孩子，我们志强是真的长大了，就这么办。我去大队长家通知人，你去和你大伯说一声，咱们在山脚下会合。爷爷很快来到队长家。什么600斤大野猪？这可太好了，那每个社员都能分半斤了。我去叫人。爷爷随后来到大儿子齐大顺家。大顺，志强和你说明白没有？说明白了。你明白啥？你和志强去带路，记住偷点懒。很快，所有上山抬野猪的人在山脚下集合完毕。志强啊，没想到你小子还有这能耐，有这种好事也没忘了大家，好样的。说，我也是咱村的一分子，侥幸打到野猪，肯定不能忘了大伙。志强，那咱们这就去抬野猪，你放心，一会分的时候，叔肯定给你最好的肉。好，我前面带路。经过一番周折，野猪被抬回到村大队院子里，每人分8两肉，因为是志强打到的，给志强30斤猪肉，外加1个猪头。天黑后，爷爷跟大伯来到齐志强家。爷爷、大伯，你们来了，吃饭没？我们都吃过了，那咱们就出发吧。随后一家人往上山走去。齐志强故意走了快一些，把野猪从空间拿了出来。这头猪更大，比今天下午的那头起码要重50斤，咱们抓紧抬回去，免得被人发现。几个人费了很大劲才把野猪抬回家。志强，野猪是你打的，怎么处理？你来说。今天在大队刚分过肉了，太多我们也吃不完，咱们就每家20斤猪肉，剩下的我带去县城换些钱票，到时分成5份，你和奶奶1份，大伯家1份，大哥2哥各1份，剩下1份是我家的。不行，志强，我们就是帮忙抬回来，怎么能分你钱呢？你这不是打大伯的脸吗？志强，爷爷知道你是懂事感恩的孩子，但有些事不是你那么算的。你大伯平时帮你家，你应该感谢他，这样分钱让你大伯心里咋想？日子长着呢，你想谢你大伯，后面可以在别的事上补。爷爷，我知道了。最后在爷爷的安排下，每家20斤猪肉，猪下水留下家里人吃，
剩下的猪肉让齐志强自己处理。这野猪肉拿到2012年那边卖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，只是不知道那边让不让卖野猪肉，别没卖成猪肉，自己被抓起来了，那可麻烦了。现在得找一个能让自己家好生活的明面理由，要不去看看县里能不能找个工作。大哥，这些猪肉咋处理？先放这吧，明天我就带走了。那行，大哥。还有事？大哥，妈想去看看姥姥，能不能拿些猪肉？是我疏忽了，毕竟我才重生3天，光想着家里这些事，看来今天的事有点伤母亲的心了。齐志强来到母亲屋里，志强，你是不是怪妈？妈，你说啥呢？那也是我姥姥，你再等几天，我得再去那边干几天，到时给我姥姥他们再买点东西，咱们一家人一起去。请妈听你的。和母亲说完，齐志强就回到自己房间了。齐志强想了想，猪肉还是放空间里吧，反正空间里永久保鲜。齐志强关紧门，进入空间，先看看那片地，不禁惊喜万分。只见先种的白菜和黄瓜都老高了，后种的蔬菜种子和粮食种子也都破土出苗了，闪出空间，然后躺在床上美滋滋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就一觉穿到批发市场，轻车熟路，1个小时后100块钱到手，又马不停蹄不停地穿越回家。看看表才早上8点多，他去厨房翻找半天才找到，把家里菜刀和秤收入空间，进入空间，把猪肉割成一条一条。齐志强用背篓装了1半猪肉，又往身上挂的书包里装了2条肉，出了空间，往县城走去。先去看看王医生，救命之恩不能忘。王叔，你对我妈有命之恩，我连药费都没给你，一直想谢谢你。这不昨天在山上碰巧打了一头野猪，就给你带点，你别嫌少。你这孩子干什么？快拿回去给你妈吃，你妈需要营养。王叔，你就别客气了，这是我自己打的，我家里还有，我妈的病还要多谢你。王医生见齐志强这样，也就收下了。小齐，你这肉打算怎么处理？你也不是外人，我打算找个黑市卖了换点钱票，补贴一下家用。你一共有多少斤？王叔，背篓差不多50斤，剩下家里也还有这么多。那你和我去我家，我给你找了买家。你们轧钢厂不是需要肉吗？这不我就给你把小齐带过来了。这是我们后勤部科长韩冰，你可以直接和他谈。你是王哥介绍的，猪肉就按黑市的价格给你，1块6一斤，怎么样？谢谢韩科长，我想要些票可以吗？这没问题，只要你有好东西，钱票都没问题。韩科长，那就谢谢你，不过剩下的还在家里，我需要回家给你去取，可以吗？去吧，我这就回家取猪肉，估计来回得1个小时，不耽误您的事吧？去吧，只要我们没下班，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。齐志强离开轧钢厂，没打算回家，猪肉都在自己空间里，从空间里把野猪肉放进背篓，向轧钢厂走去。韩科长，我回来了。科长，这次肉是55斤整。志强啊，一共是108斤6两，钱是按100斤算，共计160元。零头市的8斤6两都给你换成票了，你一点点。齐志强看事情办得差不多了，就起身告辞。突然他又想到了一件事。韩叔，你们这儿收蔬菜吗？蔬菜呀，就是大白菜、萝卜和土豆什么的嘛，我们这儿倒是不需要。我说的是夏天那样的蔬菜，比如黄瓜、西红柿、菠菜什么的。你说什么？这可是冬天呀，怎么可能有夏天一样的蔬菜？是真的，韩叔，我有一个朋友用大棚种的蔬菜，种出的和夏天的一模一样。你如果收，过几天我给你拿个样品，你看看。要，肯定要。但这种菜在冬天种特别的费人费事，价钱肯定会高一些。这是肯定的，我明白。这样吧，如果是新鲜的白菜，平常夏天也就卖2-3分一斤。如果冬天你能弄来，1斤白菜我出1毛，西红柿、黄瓜、菠菜我一律出6毛一斤。虽然没有2012年那边的蔬菜贵，但现在是68年呀，1斤猪肉才7-8毛钱。到时如果能种出蔬菜，1斤蔬菜的价格就能顶1斤猪肉，还是非常合算的。那韩叔咱们就说定了，过几天我再来找你。妈，野猪肉我全都卖了，一共卖了160块钱，这些是买完东西剩的钱和票，你保管起来，留着家用。儿子，你受累了。妈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以后我会为这个家遮风挡雨。齐志强看了看齐志荣这3个弟弟妹妹，妈，小荣他们3个还小，现在咱们家里有钱了，明天你去学校和校长说一声，让他们重新回去读书吧。是妈拖累你了，志强，一直家里也没钱，不能让小荣他们3个读书，妈心里也特别的难受。妈，我们不怪你。那就这样决定了，明天你们都去上学，家里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大哥。齐志强吃完饭就回到了自己屋里，关紧房门，闪身进入空间，看到地里种的黄瓜和白菜已经长得很大了，再过1天就能收割了。看来空间里的成熟期是外面的20倍，以后家里的粮食不缺了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出了空间，躺在床上不一会就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就穿越到了2012年的批发菜市场。王叔，你们这些蔬菜是从什么地方进的？
他们是靠大棚种植出来的吗？我们的蔬菜都是从山东那边进过来的，那边是全国的蔬菜种植地。山东啊，太远了。怎么，小强，你也想种植蔬菜啊？是啊，我们村子特别穷，冬天就没有来钱的地方。我想学习一下这种冬天种植蔬菜的方法，看能不能成功，到时也给村子里的人找一条出路。其实咱们城郊外也有几家用大棚种植蔬菜的，就是规模小了点。你如果想种，可以去他们那边学习一下。齐志强走出批发市场，他决定还是先去一趟张家乐那里。大兄弟，你可算来了，我还一直盼着你手里的好货呢。张哥，你看我这邮票怎么样？大兄弟，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搞来的？这些邮票有好多都是绝版的呀，真是好东西。这都是我爷留下来的，你看能不能收？值多少钱？张家乐激动地说：这样吧，我打包收购这些邮票，我给你2万块钱，怎么样？齐志强也是吓了一跳，他没想到这些小小的邮票能值这么多钱。按王富贵给的地址，齐志强来到了城郊那个大棚种植户。小伙子，你是不是来我们这里干活的呀？齐志强听了这话有一点懵，但他为了学习大棚种植，想了想也就将错就错地说：大哥，我看到你这儿有招工启事，我想在你这儿打工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我这儿管中午一顿饭，每天工钱100。虽然时间长一点，但能够切切实实地观察到他们怎样种植蔬菜，还是很值的。我明天来，可以吗？我还得和家里说一声。我叫李强，以后你可以叫我强哥。那咱们就说定了，明天8点上班，你可准时到啊。如果8点上班，还不耽误给王富贵卸车。齐志强爽快地答应了，随后又往城里赶去。他心里很开心，他没想到事情这么容易地解决了。齐志强来到城里找了一个文具店，给弟弟妹妹他们一人买了一个非常好看的书包，又来到书店买了几本大棚种植的书。买完东西找到个没人地方默念我要回家，瞬间他就出现在自己的家了。看看时间，离中午做饭还早。齐志强进入自己的房间，闪身进入了空间。他发现最早种的大白菜和黄瓜已经可以收获了，心中默念收，黄瓜和白菜就自动的放在了小木屋的旁边。齐志强又用意念在空出的土地上种上这2种蔬菜。齐志强忙完空间里，然后出了空间，看到母亲他们还没有回来，于是就动手开始做饭。等了一会儿，王秀兰带着小荣他们3个回到了家里。今天我带小荣他们去学校了，没能给你做饭，还让你自己做。妈，你怎么这么见外？我做饭不是应该的吗？怎么样，小荣他们能上学了吗？能上，我已经和学校老师说好了，小荣继续上初中，小玲和志国上小学，我直接把学费什么的已经都给他们交了。小荣，你们看大哥给你们买上什么好东西了？大哥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一定好好学习，等长大了挣了钱一定好好的孝顺你。那咱们就一言为定，大哥就等着你们孝顺了。开饭，你们今天尝尝大哥的手艺。吃完饭，齐志强正想和母亲说大棚种植的事，突然院里响起了开门声。开门发现是爷爷、大伯和大哥、二哥他们。志强，大队长说的事儿是真的吗？你真的能把野物卖到轧钢厂？大伯肯定是真的，昨天我把我打的那头野猪拿去轧钢厂卖了，轧钢厂一斤给了1块6毛钱呢。那明天我就和你大哥、二哥一起上山，看能不能抓些兔子一类的东西也好，到时换些钱票。爷爷、大伯，我这段时间要出去，所以不能和你们上山打猎。我也不想让你们上山，因为上山打猎实在是太危险了。这样你们去附近村子收点野物，到时直接带到我家，我去给你们卖了，这样就不会有危险。志强长大了，真是一个好孩子。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们都应该团结在一起，这样我们齐家的生活才能越过越好。齐志强起身去自己的屋里，从空间里取出那个轧钢厂的临时工作证。大伯，你拿上这个工作证，就不怕别人说你投机倒把。咱们这是为钢厂正当收购，但这件事你们一定要保密，悄悄的进行就可以了。爷爷，我这几天要去学习冬季大棚种植蔬菜技术，过些天我准备在自己后院或者自留地种植新鲜蔬菜。我已经和轧钢厂后勤部说好，到时他们会收这些蔬菜，而且价格十分可观。这太好了。第二天，齐志强早早的就起来了，来到了2012者，来到蔬菜批发市场，轻车熟路的把王富贵的一车菜卸完，拿到100块钱，他又马不停蹄的去到郊外种植大棚。小伙子，你来了呀，还比较准时。李哥，我没有来晚吧？我叫齐志强，你也可以称呼我小齐。没有来晚，现在干活的都是我们家里人，外雇的员工你是第一个过来的。小齐啊，今天你第一天来，还不熟悉，就和我爸我妈他们在这个大棚里收割芹菜吧。放心吧，李哥，我也是农村出身，对地里的活不陌生，我肯定会干好。干活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，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5点。齐志强回到家，看到大伯和大勇哥他们在外屋坐着。大伯、大哥，你们过来了。志强，我们过来就是告诉你一声，
今天我们去外面的几个村子收野物，确实收到了不少。齐志强看地上各种野物确实不少。志强，这些东西我们总共花了40块左右，你看看合不合算？这些东西得有100多吧，才40就是。